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4号。本期狗狗币或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晚上马斯克新舰即将发射，如果成功或者是不成功，我们要注意什么？或者是狗狗币我们手上的多单要平仓吗？我是不准备平仓狗狗币的多单啊。包括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感觉有一个看跌楔形的形态，那短期会跌吗？不过长期观点还是坚定继续看涨，多单的利润我还是坚定在持有。等下来分享短期的一些观点，包括支撑位啊。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前面几次或者是2023年狗狗币的主力在新舰发射期间，盘中波动的幅度一般都会很大，而且动不动有可能上下5%到10%的一个上涨或者是下跌。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的4月20号，当时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马斯克新舰在发射之前，狗狗币也是有一波上涨，或者是马斯克新舰在发射期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盘中波动幅度也是非常的大。当时新舰发射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这个很长的这个灯芯啊，盘中一度是大涨，也是接近5%到10%，但是后面最终新舰发射首次发射的时候是失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价格空间是往下跌的，我们要小心这个狗狗币的主力啊，或者是庄家，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马斯克的新舰在第二次，也就是2023年11月8号的时候，第二次新舰发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没有发射之前，狗狗币从底部也是有一波上涨。然后可以看一下，也就是在这两根 K 线附近，当天马斯克的新舰发射是非常的顺利啊，盘中一度也是有大涨，接近5%或者是到10%。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空间短期有可能在没有发射之前，它会提前上涨，或者是发射第二次也不算是很失败啊，因为我记得是很清楚，好像一级返回的时候后面是炸了，然后新舰是好像是失联哦，因为我没有去看后面的新闻，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马斯克新舰在发射的期间，狗狗币的主力往往会制造一些情绪啊，上涨它有可能会继续拉，但是新舰发射如果是失败的话，有可能我们要小心，就是或者是前面它涨幅空间高了，有可能主力洗起来的话也是会非常的深啊。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前两次在马斯克新舰发射期间，狗狗币的整个形态全部都是在底部的区间，有可能主力洗起来的话，就是它会怎么涨，有可能就会怎么跌，就是不断的在骗散户，或者是在底部的空间里面，它有可能是在骗散户的筹码。那现在我的观点是，空间已经不同了，狗狗币已经脱离了长达1年到2年的这个下降趋势线，目前是已经脱离了整个狗狗币长达2年多的底部。那今天晚上马斯克新舰发射，我们这里要思考一下，狗狗币的主力有可能会怎么搞散户啊？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判断，有可能狗狗币空间涨多了，它有可能是在这个箱体区间里面盘着。那如果今天晚上马斯克的新舰它如果成功的情况下，我们要去留意能不能赶快突破这个 0.2 的压力区，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狗狗币 0.2 的压力区大约就是在2021年这一个顶部的高位，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还有后面跌下去的这个高点压力是过不去，然后后面这个压力过去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面是又套了一批人，包括这个区间也是又套了一批人，它后面跌下来就是这几个低点，在这个位置跌破，后面再涨的时候，这个高点过不去，这个高点过不去，大约就是在 0.2 到0.22 的一个区间，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多空或者是质押转换的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目前的日线啊，尽量观察今天晚上发射，我们要去留意，如果成功的情况下，主力它要一鼓作气拉上去，要去观察一下，最好是能给我突破这个 0.2， 特别是收盘必须给我站上 0.2， 那有可能才是正式继续往上突破。手上的多单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尽量抱住啊，
因为我们的低点，我的观点是成本非常低。当然，这是新建有可能发射成功的情况。那如果发射失败呢？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前面有跟大家讲的，就是狗狗币短期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大约是在 0.16 附近啊。万一新建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去留意，短期可不能把这个 0.16 给跌破。那如果跌破，前面有跟大家讲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大约就是在 0.14 附近，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不过我个人观点，不管今天晚上新建成功还是失败，我的观点就算成功，我们也要防，它有可能这个位置万一有拉升，特别是到非常高的位置，如果真的来到 0.2 附近，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啊，还是一样不能追。我的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就算成功还是失败，有可能狗狗币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包括早上也是有在推特上面发了这张图表，感觉比特币日线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看跌楔形的形态啊。当然楔形还有一种方法，如果它是在这个位置横盘或者是小跌，也有可能会化解整个楔形的形态啊，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盘整的区间。那我的观点，长线我们既然看涨，或者是短期在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跌，要防的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观察这个楔形的趋势可不能跌破。如果在这个位置跌破，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大约就是在这个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也是一个三角的形态，它既然突破，我们尽量就观察。包括这根 K 线其实也是不太漂亮，感觉是一个吊人线。那我们尽量观察吧，这一个 68K 到 69K 附近可不能又回到这个支撑下方。那如果万一它把这一个短期的支撑给跌破，我的观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还是一样，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点，我们尽量去观察一下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位啊。当然这个形态我也不希望它成立啊，因为长线还是尽量在看涨，但是看到这种形态我们要小心。往往有时候楔形的形态，特别是上升楔形看跌的形态，有可能就是主力不断的在骗线骗散户，因为场外的资金是非常的多，还想进来买比特币。那既然想买比特币，如果你身为主力，你会怎么想？当然是希望散户买在更高非常高的位置，或者是买到差不多时间盘到差不多，后面如果有一个挖坑，然后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散户买高的筹码又骗到低点的位置去卖出，以后后面有没有可能才会拉升啊？所以我们可以同样观察一下比特币之前在 49K 的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上升楔形看跌的形态，然后在这个位置美国现货 ETF 上市，后面有可能主力就会洗下来，在大约 39K 的位置其实也是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啊。当时是希望朋友们如果是刚进场一定要重仓配置这一个比特币。那现在我的观点是，短期有这么一个楔形，它到底会不会化解？如果不化解，或者是我们要防，就是这个 68K 可不能跌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